这是又跟大汗闹别扭了。他算什么大汗？要不是顾及瓦剌部，我早就……先喝口茶。既然对现在的这个大汗这么不满意，不如咱们找个人替了他。俄勒伯克尼古列苏克奇汗5年前就死了，我上哪再去找世祖皇帝后嗣去？大人，俄勒伯克尼古列苏克奇汗其实有个儿子，叫本雅什利。查子消息，前段时间在哈列看见他了。哈列？是。我找了他好几年，现在才终于有消息。他是昭宗皇帝嫡孙，正宗的世祖皇帝血印。我这就派人去哈列。自我军弃守大明后，塞外诸部已连成一线。陛下，今春以来，鞑靼瓦剌皆频频反变。从陛下就藩北京后，我北线边军便再未让那些元人占过便宜。这一回也是一样。陛下即位之初，便曾以高阳郡王镇守开平备边。臣请陛下此次仍以高阳郡王为帅，统领大军讨伐元人。臣附议。儿臣认为父皇分忧。齐国公，滋事者不过是一些元人游骑，我大明便要以一位皇子应对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被天下人笑话？谢大人，打仗有打仗的规矩，这带兵的事儿，谢大人还是不要管了。你好了，面人，臣在。你是知兵的，你说说看。回陛下，臣今日刚奉旨去接了户部下侍郎回来，下侍郎要臣代禀陛下，陛下捐免今年苏松的钱粮，江南的百姓官民皆敏感天恩。陛下，江南财富半天下，苏松2府支应税粮，则是江南之冠。洪武26年，天下大舒，朝廷征收税粮折合本骰2944万2350担，其中苏松2府便有403万386担，占了天下税粮的1/3。可是如今2府大水，朝廷这个亏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补回来呀？说完了。回陛下，臣说完了。缅人，你真是个阳缅人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如今南方水患方息，确实不宜大举用兵啊。谢晋，臣在。着兵部请闻北京都司：申豪倩、高承元、屯田处机，操兵养马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不可自我扰之。诸将敢妄兴边信者，斩。臣领命。着礼部派遣使者前往和林，告知鞑靼大汗，皇考曾有言：北元与大明同生天地之间，若能知礼仪，守臣节，遣使往来通好，朕自当视为一家，共享太平。是。都下去吧。臣等告退。谢晋。陛下，朕让你写的书写得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书编的还算顺畅，只是礼部采集的图书中，多有悖逆之言。悖逆？是。臣以为这些悖逆之言，还是删去为好。删了？你以为让他们把文章删了，他们心里头就不这么想了吗？一篇不删，一字不改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就是这个章程。
叫他们快些，朕和皇后等不及要看呢。臣领旨。陛下，江南水患要害之处，便在于太湖。太湖水东流入海，原有东江、娄江、吴淞江3条河道。唐宋以来，东江、娄江已相继淤塞，湖水入海仅于吴淞江一途。可自宋末起，吴淞江亦日渐拥恶，且屡峻屡塞，不能持久。臣此番勘验，吴淞江沿线由下架铺至上海县南羌浦口，近130里，河床淤积，如同平地。河道淤塞，湖水不得入海，便会泛滥成患。臣到江南时，苏宋2地连日大雨，地田尽没，田无收获，民生凋敝。农民车水救田，腹肌力竭，仰天而哭；小儿呼父母，绕车索食而哭。壮者相率解康，杂灵幸早食之。老幼入城，乞食不得，多投于河。朝廷赈济到来前，苏州府一日打捞起的腐尸便有100余具。陛下，这死的可都是我大明的子民呢。幸得陛下下旨苏松杭常开仓赈济，民食少苏。灾后赈济，终非长治久安之策。陛下所言极是，臣受命治水，不敢不思长久之计。臣到任后，上海生员叶宗行上书臣，现治水2策，一曰导松入流，不在疏浚吴淞江下游古道，而在吴淞江中段开新阳江、安亭浦、下架浦，引湖水经嘉定、刘家河入海，或经常熟、白毛河入大江。2曰撤松入浦，开郡上海县范家浜，接通黄浦，汇并吴淞江。如此江浦河流，水势大涨，浩荡入海而不于泥沙淤塞，此可为长久之策。好，朕要的就是长久之策。夏维哲，你果然没有让朕失望。陛下，此番治水，皆上海生员叶宗行献策定计，臣不敢贪他人之功。夏维哲就是夏维哲。好，朕明日便行书吏部，进那个叶宗行为钱塘知县。可叶宗行还只是个生员，并无功名。朕身边文章写得好的不缺，缺的是经世的才干。那陛下也该先让吏部查勘。维哲信得过叶宗行吗？当然信得过。那朕也信得过你夏维哲。臣夏元吉代叶宗行谢陛下隆恩。好，起来吧。韦哲，陛下恕罪，臣还有一事，斗胆请陛下解惑。爱卿，有事问朕呐？不急不急，现在已经是晌午了，陪朕用完午膳再说吧。
马和，传膳。问吧。回陛下，陛下入南京时曾与臣约定：诸业兴旺，百姓康乐前，不兴大兵，不兴大功。朕并未兴大功，也并未兴大兵啊。龙江船厂。那是造大船，也不是兴大功啊。陛下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徽哲，如今你掌管着户部，朕想问你，朕想把江南和陕西的平民一并迁到山东和北京去，徽哲意下如何呀？甚好。北京、山东地广人稀，江南、山西人多地少，从两地习民实边，于朝廷与百姓都是好事儿。像这样的移民，动辄数以10万计，路上的耗费，还有到了新地方的种子、耕牛，这些自然是朝廷供给。非但如此，只要他们把地给朕开出来，朕还要效仿太祖旧例，永不弃客。陛下，陛下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圣举，臣斗胆代两地百姓，谢陛下隆恩。起来吧。魏哲，那你想过没有？朕不向百姓征赋了，那百姓打下来的粮食，最终会去到哪里？山东还好，魏哲，你不觉得北京离延边太近了吗？陛下打算对塞外用兵？不是现在。但确实是迟早的事儿。自朕登基以来，曾数度遣使，小谕鞑靼大汗鬼力赤，致以修好之意。可3年来，对方连一个字都没回复过朕。不肯修好，那便是要犯变。现在这个大汗呐，是权臣阿鲁台所拥立，对内人心不稳，对外鞑靼瓦剌两部自相攻伐。他想稳人心，号令草原，除了对我大明用兵之外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没有。徽哲，坐。徽哲。朕自洪武13年奉皇考之命镇守北京以来，未让元人越雷池半步。如今朕自己当了皇帝，岂能让老百姓受元人的欺负啊？不过，眼下是数年用兵，军民已发，确实也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了。徽哲，你刚刚把灾情说得这么重，是不是也想让朕起恻隐之心呢？陛下既已决意让百姓生息，为何又在此时大举经营海外呢？哎，让韦哲尝尝朕种的菜。是。韦哲，朕少年时曾和2位哥哥于凤阳演武，那时候陪义文太子去寻访中都，朕问义文太子，为什么百姓过得这么苦，朝廷还要大兴土木？
伊文太子告诉朕，中都、京师是我大明朝的面子，凤阳城外的屋漏瓦舍那才是我大明朝的里子。但是，面子上的事儿，该做的也得做。朕早已下诏，永乐2年起，京中权贵的俸禄全部改为米钞监给。米钞监给，那陛下给各位公侯的宝钞是按何值供给呢？自然是按钞面供给。按钞面供给。回陛下，宝钞无本，如今物价腾贵，钞面为一贯的宝钞拿到市面上，其实只能当12文来使。陛下这是在削各位公侯的俸禄。哼，他们在苦，苦得过百姓吗？苦不过。再说，从先帝诛杀朱亮族起，我大明朝已经容不下不法的巡贵了。陛下，臣以为陛下广屯种，采用时皆经国之道。如今要缓解国家财计，单靠这2条还远远不够。接着说。苏辙有云：“财者，国之命而万事之本。国之所以存亡，事之所以成败，常必由之。如今陛下欲充实国家财计，臣以为除上述2条外，还有数策可用。”接着说。听附议。严法，前钞之禁，清仓场，以己边俗民，且便上路。好，魏哲，把你刚才说的仔细列个奏本，给朕递上来。是。玉心在户部，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等下次魏哲再回来，朕就把户部都交给你。是，到时候这国库可就都掌握在韦哲的手里了。韦哲不给银子，朕即便有天大的雄心，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臣不敢。你未必不敢。唉，好吧，你也才回来，朕准你休息3日，3日之后陪朕去翰林院。参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韦哲，这里有28个，是朕让谢春雨从新科进士里面挑选出来入文渊阁读书的，外头的人管他们叫28秀。周晨，臣在。他叫阿秀。马和，朕这里有一本《柳河东集》，里边有一篇捕蛇者说，众卿可会背诵啊？臣等略知一二。好，曾启，臣在。卿是朕的状元郎，就从卿开始。是。永州之野，产异蛇，黑质而白章，触草木尽死，以啮人，无欲之者。然得而息之以为饵。可以，这。周晨，臣在。你背诵一遍给朕听。是。永州之野产异蛇，黑质而白章，
触草木尽死，以孽人。然而，王直，夏大人，杨大人，二位大人，谢大人，夏大人，今日陛下雷霆作色之时，大人为何一言不发？陛下万岁！一篇捕蛇者说，居然没有一个会背诵的。朕让你们去翰林院读书，你们就是这么求学的？回陛下，臣等平时大都在圣人先贤典籍上用功。至于柳河东，好，柳河东的文章都入不了尔等的眼。既然尔等不愿意读书，那便别读了。传兵部将这28人一并发往北京戍边。都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哪里受得了戍边之苦啊？不知下策之难，不懂民间疾苦，去边塞吃吃苦也好。夏大人，谢大人，部务繁忙，若是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夏某就先告辞了。抄书呢？这抄的是文献大臣。朕和谢晋说得非常清楚，要他经史子集，诸子百家无所不采。可他倒好，除了圣人之书，其他的都是杂学。看不上眼。朕觉得，这个文献大臣，不如叫文献部丞来得好听些。大臣也好，部丞也好，总是人家一番心血，有你这么说的吗？还有，我问你。那28名进士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呀，只不过是小惩大戒而已。朕当年在大本堂读书的时候，若是背不下书来，可是要挨先生手板子的。比起朕来，他们吃这些苦算得上什么？再说，若是人才，那便得经得起搓磨；若不是人才，即使被搓磨掉了，也不可惜。这台有没有王法？停！马和。臣在。朕有旨意给你，赐其还俗，复其俗姓，赐名广孝，幸之善大夫，钦哉！大师，谢恩吧。哎，大师，大师！跑
了？回陛下。是。跑得了和尚，跑得了庙吗？行了，咱们领回去。走。陛下，我已经打探清楚了，她是大师的姐姐。姐姐？那得多大岁数了？够能活的。是。她把大师撵出来了。去，把大师请到这儿来。是。大师，朕都追到这儿来了，此间只有你我二人，你。陛下，老衲听说好多人都上书，让陛下严惩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和左都御史陈英，陛下都给压下去了。陛下，这是为何呢？大师，朕想做的事儿太多了。打朕登基以来，朕每日4更便起，每日只睡2个时辰。朕若不如此励精图治，今后清史上会如何写朕？朕100年之后又有何面目再去见朕的父亲和大哥呀？陛下，既然陛下什么都想明白了，那还问老衲什么呢？高皇帝26死，陛下气度才具，唯一文太子可比。假以时日，陛下功业定不在高皇帝之下。可正因为陛下是这样的皇帝，那将来承袭大位者，必须是，也只能是一个心甘情愿承认自己不如陛下的人。也唯有这样的人，才可能在陛下身后罢兵息武，与民生息呀。陛下，这大明朝真未必经得起3代雄主的折腾啊！
岁！万万岁！恭贺陛下，国本既定，大明基业，千秋万代。天子万年，万万岁！朕给你改姓这个郑字，是赏你当年在郑聪坝建言之功。如今，朕决定选你作为出海的正使，是看在你做事谨慎，谙熟兵务。但朕绝对不要你要兵海外。你记住，朕虽然是想要万邦交好，恣意来朝。但朕要的是海外诸国真心实意的和睦来往，更不允许你以强凌弱，煽动刀兵，知道吗？臣领旨。还有，朕那个侄子的事儿，你一并暗中查访。臣明白。还有，这几年皇后的身子是越来越差。你到了海外，若能遇到名医，朕不管你是请也好，骗也好，绑也好，都要给朕把他给请过来。臣记住了。陛下，还有一事。奉陛下诏命，那28名进士半年前已从北京转到了龙江船厂，如今船队出航在即。哎呀，你不说，朕都快忘了。皇上呢？臣等参见陛下。尔等穿成这样便来见朕了，是不是心里头有什么冤屈啊？臣等不敢，臣等不敢。不敢？长记性了吧？回陛下，臣等知错了。臣等知错了。错在何处？回陛下，臣等图慕虚名，不尚务实，臣等辜负了陛下的期望。臣等万死莫辞！臣等万死莫辞！万死！一个人死一次也就够了，万死死什么？图慕虚名，不上实务。你们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知道朕为什么要你们看《捕蛇者说》了吗？回陛下，陛下是想让臣等明白，苛政猛于虎也。苛政猛于虎。天下之大，
人君不能独治，须设百官，有司分理之。老百姓，皇帝老子好不好，他们不知道，但他们县里的父母官贪不贪，却一清二楚。他们若遇上了好官，不会念着朕的好；他们若遇上了一个贪官，骂娘的时候也得捎上朕。知不知道？去年，夏维哲去江南治水，回来的时候，给朕举荐了一个人，叫叶宗行。朕升他为钱塘知县1年了，那里的百姓管他叫钱塘一叶青。你们呢？如果朕也给你们一个县，你们能给朕3年1小治，5年1大治吗？陛下，臣。我看你们算是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了好，想明白了就回翰林院读书去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读好了书，才能做好事。读好书，做好事不难，难的是当好官，做好人。是。后天，朕的船队就要下西洋了，到时候你们一起过来，见证见证这个盛举。臣等谢陛下隆恩。明初，农业经济的恢复，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，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的建立，以及海外贸易的发达、对外移民的增加，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。造船业的发达、罗盘的使用、航海经验的积累、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、航海知识的增加，也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。永乐3年到宣德8年，郑和7下西洋，进行了中国古代规模最大、船只和海员最多、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，也是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，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。永乐皇帝朱棣试图通过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举措，形成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的和平外交模式，达到要兵抑郁且是中国富强的目的，和强不凌弱、众不暴寡、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美好愿望。起航。臣领旨。大包长，我这。我这是啊，小心。绳子绑紧，来，放这儿，起航！
后的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了。娘娘，本宫没事，盛先生留下，其他人都下去吧。娘娘，听话。是。盛先生，本宫还有多少时日？娘娘，自家人知自家事，自己是个什么境况，本宫心知肚明。盛先生，不必再劝慰本宫了。娘娘，陛下驾到！陛下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觉得哪儿不舒服就说出来，千万别硬撑。这还没到散朝的时候，陛下怎么来了？哎，这朝不朝的，改天再说。陛下，好了，朕知道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明年万寿节朕不过了，把这一天给补上。皇后看如何呀？你都几年没有好好过生辰了，这可不行。寻常的夫妻都有画眉之乐，朕与皇后夫妻一体，就算朕抽一天时间来陪陪皇后，也没有人敢说朕什么。歪理。歇也歇了，今儿日头好，朕陪着皇后出去走走如何？陛下还记得吗？那年胡惟庸案，你被夺去了封号，关在了大宗正院。我怀着高躯，就跪在这里，求皇后娘娘网开一面。算一算，多少年都过去了，日子过得真快。奴婢拜见陛下，拜见皇后娘娘。